大家好。刚才呀，我们已经将图1到7的一些重要文法跟大家解释了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入文法教室。文法教室顾名思义，就是要将我们的焦点放在文法的上面，一点都不可怕，别怕，这个东西很好玩的，我们来玩吧。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主动与被动，这个是印尼语的核心啊，是灵魂哦。你要是会了主动跟被动，印尼语大概10之8九你就学会了。所以这个是重点来咯，请大家千万别睡着了，卯足了精神，我们一起来看。印尼语的主动跟被动，我们先来看2个例子。Anak saya melihat orang itu. 我们看被动的例子。Orang itu dilihat oleh anak saya. 看到了吗？这里最主要的不同是什么？主动的时候说我的小孩看见那个人，被动的时候说那个人被我的小孩看见了。所以这里的主动是 melihat， 被动是 dilihat。那唯一的不同就在于 me 跟 d。还记得我们你最喜欢的那个 M1 大 N 吗？它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谈到主动的时候，就是那个 M1 大 N 的动词。那么它的被动呢，就是用 d 来代换。d 一进来的时候，马上你就会发现，哦，原来词根你在这里呀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主动的动词，我们要请你小试身手一下。我们来试着把词根、词缀分开来。我们现在先来听听这一连串的印尼语的动词。你会说，老师怎么弄了这么多英文给我看？别忘了，我们学习印尼文的时候，中文、英文都是一定要的啦。所以呢，尤其对于很多文法的解释，很多的专有名词都是英文写的。因此呢，对我而言，中文、英文是我们的基本武器、基本工具，大家就耐着性子多学一点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就来听例子。Membaca, menjual, melihat, menyewa, menghafal, mengambil, memukul, mengenal. Mencari, memasak, mendapat, memberi, mengajar, menunggu, mengganggu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刚才我们的 Thinda 跟 Ganda 在念这些词的时候，你发现它的重音在哪里吗？它的重音在倒数的第2音节。所以举例来说，他刚才说 mencari 都是在倒数第2音节，你有没有听出来？那么还有一个例子，给 give 那个例子 memberi 那个是没有重音的，所以这时候它的重音是在 ri 的上面。基本上印尼语的重音是在倒数第2音节，但是如果碰到了一个的发音的时候，跳过它到后面去。我们现在请 Finda 跟 Ganda 再念一遍。Membaca, menjual, melihat, menyewa, menghafal, mengambil, memukul, mengenal。你听到了吗？刚才的第4个 menyewa 跟最后一个 mengenal， 这个2个都写的是一，对不对？可是这2个一呀，可不是同一个一哦。我们到了后面会谈母音，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先知道，第一个 menyewa 的 a 是 a 的发音，所以倒数第2音节的重音还是在它的身上。可是那个 mengenal 呢，那个那个一的发音是不上不下不左不右的所以重音不能在它的身上，它会跑到后面去，在那个 now 的身上。我们再听右半部的发音。Mencari, memasak, mendapat, memberi, mengajar, menunggu, mengganggu。所以这里除了第5个 memberi 以外，其他呢都是倒数第2音节 mendengar、mencari 等等 memasak 都是在倒数第2音节。学会了吗？那我们现在看看你是不是能够将词根、词缀分开来。这里是
词根跟词缀拆开来以后的样子。基本上我们在上一个单元讲过，但是上一个单元没有将全部的例子都放进去，所以我们把它分开来以后，你会发现有一个鼻音化，所谓的 nasal assimilation， 鼻音化以及 substitution 取代，这个是在主动动词的变化上面最重要的观念。所谓鼻音同化，就是后面如果发现有双唇音，那么你就要一下；如果是齿龈音，那么就要一下；如果后面呢是或者是之类的音，就要一下。所以它的 这都是要跟后面的动词的这个词根，它的那个前面子音的发音位置是什么来决定的，互相辉映。现在重点来了，请看，这个就是印尼语主动动词大 N 这个东西怎么发音，关键的道理就在此。也就是说，你会看见这个小小的一个表格，它就将所有精华一眼就看出来了。首先，如果你的词根是 B 开头的，那么前面大 N 就要加一个 M， 譬如说焖巴甲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。好，那么第二呢，在 D、J、C 的前面，这些 D、J、C 发音的位置都跟的发音的位置很接近哦，这都跟N 的发音很接近。然后第三，在 G、H 或者是母音的前面，这个大 N 会变成了这个发音。好，那么其他的还有4个重要的子音，就是 SPTK， 请你务必要记住哦，这个是关键的关键。SPTK 是太重要了，它是在变化的时候，这4个音是清音。所谓的清音就是这个声带不需要那个震动成这样子，声带震动，这是浊音声带没有这样子震动的叫做清音。所以像说老师你怎么听不见你的发音啊？那是因为是子音当然听不见，对不对？尤其是清音更是听不见了。这个 SPTK 4个音碰到 S 马上变成念 NY， 碰到 P 马上变成 M， 碰到 T 马上变 N， 碰到 K 马上变 NG， 然后 SPTK 就不见了。除此之外，其他再发现什么音，一律就是把大 N 去掉，删除，不必了。所以它基本上是3个主要原则。第一个原则就是在这个子音的前面加上 M、N 或 NG。第二个原则就是所有其他的一些个音呢，像是 SPTK 这4个音要特别注意，它会不见，然后会跟后面的融合成 NY、M、N 跟 NG。第3个原则就是除了这2个要死背以外，其他全倒，不管你是什么，一律大 N 没了。很容易吧？就是3个原则，你只要掌握这3个原则，印尼语80%-90%你就会了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刚才我们说到印尼语的子音，你要注意子音一共有它的发音部位有下面5种：双唇、齿龈、硬腭、软腭，一直到喉的位置。然后发音的方法有色音，色音包括了清色音，还有浊色音，然后有擦音、鼻音跟滑音。越上面的越是整个塞住，听不见；越是下面的呢，越是比较能够听见。OK， 这是我们刚才的例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刚才的例子看见什么时候变成 M、N 跟 NG 呢？请看，你看见了 M 了吗？看见了 N 了吗？看见了 NG 了吗？这个 M 一定会跟 P 是在同一个方向，同一个发音部位。同化的时候，它们是一定会在一起的，一定是非常的紧密连结。
然后 N 呢，一定跟 D、C、J 是要紧密连接的，然后 G 会跟 NG 紧密连接的，最后就是 S 会跟那个 NY 紧密连接，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发音的时候它的一些重点。那印尼的文的母音，刚才我们讲过，对不对？还记得吗？它有两 A。好，我们请印尼的老师来发一下这5个音。I, U, E, E, O, A。所以你看到了最左边的 A 跟中间的 了吗？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，如果是中间的不上不下不左不右，这时候重音绝对不会在它身上的。但是如果是 A， 那么重音就会在它身上了，就跟其他的 I、U、O、A 是一样的道理。那另外呢，我们有过去修过这个课的同学，他们做了印尼语的第1本线上词典。那这个里面呢，有他所做的，当然不是完美的，他是第1次做这个词典，所以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个打错的部分。同学们以后会有机会来练习一下，做你自己的线上词典。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他的线上词典。好，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，待会儿见喽。